世人都说魏北将军谢灵州是铁血战神，可没人知道，这位万人敬仰的将军，如今全靠千里之外一个姑娘和一只狗盆养活。神明庇佑，天降神机！谢灵州是吧？从今天起，本姑娘包养你了，管吃、管穿、管打仗。你爷爷可借了我50万，现在他人没了，这钱你总得还吧？我爷爷欠的债我认，但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还款日期是3天后，现在时间还没到呢。行，3天后你要是凑不齐50万，老子把你卖到东南亚去抵债。咱们走。50万啊！把我切碎了论斤卖也卖不出这个价。老头子，你走了好歹给我留点值钱的东西，怎么就留这么个破杂货换啊？怎么回事？这带着血的玉佩从哪冒出来的？难不成这破狗盆成精了？楚，将军，城东的最后一口井也干了。朝廷的援军迟迟未到，粮草早在半个月前断绝了。北蛮人投了毒，现在最后一口井也干了。难道当真天要亡我吗？神明在上，灵州求降下甘霖，赐下粮草，救朔州满城百姓。这雕工如此精致，看起来绝非凡品。楚，难道是历史上那个大楚王朝？如果是真的，那绝对是值钱货啊！我也不用筹那50万了。既然你能吐东西出来，那能不能吃东西进去？我操，真成精了！这狗盆居然是个双向传送门。这是何物？将军，这水清澈如镜，毫无杂质，难道真的是神网现灵赐下仙露了？我从未见过如此纯净透明的琉璃瓶，在这炎炎烈日下，瓶身竟还透着一丝沁人心肤的冰凉。将军，这是神明赐给您的仙露，末将怎敢？快喝吧，你都好几天没喝水了。将军，这水是甜的。居然真的是甜的，这乃神仙之水啊！大家快吃吧。这仙界的食物简直太好吃了。神明垂怜，朔州州3000将士10万百姓，叩谢神恩。大楚魏北将谢灵州叩首拜拜，朔州被困3月，水尽粮绝，满城危在旦夕。蒙神明明赐下鲜露肉饼，灵州感激涕零，唯求神明大发慈悲，再赐水粮救我满城生灵。灵州愿奉上所有金银俗物以报神恩。
我曾在书上看过大楚末年，名将谢灵州死守寿州城，可因粮草断绝，最终城破人亡。谢灵州是吧？从今天起，本姑娘包养你了，管吃管喝管打仗。傅老板，看货吗？这是极品洋日资料，这雕工，这极有可能是大楚名将谢灵州的随身玉佩啊！这老头真有两把刷子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是我祖传的，傅老板您给个实诚价，我现在急用钱。这东西上拍卖会能300-400万，但你急出，我只能给你200万一口价，我马上转账。成交。对了，傅老板，金子收吗？大楚的官金，纯度居然这么高，收3个金锭再加300万，连着刚才的一口价给你转500万。虎哥，我爷爷欠的债已经结清了，以后别来烦我。谢将军，你的第一笔军费到账了，准备迎接神明的恩赐吧。老板，矿泉水给我来500件，大米50斤装的，先来200袋。肉包子你们这儿有多少全包了，热乎的最好。哎呦，妹子，你这是要搞赈灾啊？可不是嘛，远方有个朋友遭了灾，急需物资。但愿这些东西能帮到谢灵州。神仙显灵了！我从未见过如此饱满莹润的稻米。立正！将军，传令下去，生火煮粥，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全军将士和满城百姓。吃饱喝早，随我杀进北蛮沟！是粥，是白米粥，我们有救了！神明大恩，谢灵州粉身碎骨，难以为报。累死老娘了。神女恩赐，朔州军民得以苟活，灵州无以为报，搜罗城中宝物，聊表寸心。然北蛮围城，将士伤病满营，每日皆有兄弟死于外邪入体。林州斗胆，再求神女赐下仙药，救我军中儿郎。外邪入体，那就是伤口感染发炎了，这可是要命的事。看来我得赶紧去买些药。不过有了上次的经验，我这次可不能再去聚宝阁当冤大头了。毕竟频繁拿出大楚的文物，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我转头通过导师联系了京城拍卖行的大佬，
把照片拍了过去。叶小姐，1200万，我直接收了。听说你昨天把那50万还清了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爷爷还给你留了小金库。钱已经还清了，虎哥还有什么指教？钱是还清了，但利息还没算呢。9出13归，3个月利息少说30万5。今天拿不出钱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劝你现在就滚，不然怎么着？弟兄们，给我进去砸！我看他能拿我怎么样！老板，我们来迟了。误会，全是误会，叔跟你开玩笑呢。老板，云南白药粉界给我拿1000瓶，碘伏、医用酒精、纱布、绷带各来50箱，阿密心灵胶囊、布洛芬退伤药有多少要多少。小姐，您这是要开个野战医院啊？刷卡，马上调货，我赶时间。古代人可看不懂现代的说明书，万一吃错了药，那可是要出人命的。云南白药外敷止血，碘伏清洗伤口，不可内服。阿灭西林治外邪入体，1日3次，1次2粒。谢将军，救命的仙药来了，接好了。将军，北蛮人又开始试探攻城了。传令，全军准备迎击。可是将军，营里的伤兵太多了，军医老张说，金疮药早就耗尽了。昨晚又有几十个兄弟因为伤口溃烂发热，没熬过去。神明在上，林州愿折寿10年，只求您赐下仙药。将军，是仙药。仙药来了！李正，快把老张给我叫来救人！得令。没救了。张太医，将军有令，用仙药。这是何物？李将军切勿乱用药啊！神女赐下的仙药，岂会有错？按字条上说的做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仙药也太神奇了！快，给他服下这2粒阿米西林。李征将药丸塞进士兵嘴里，用水灌了下去。整个伤营房死一般寂静，所有人都死死盯着那个年轻士兵。活了，真活了！神仙显灵啊！此乃仙药神药啊！哇！神仙显灵啊！神女，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？有了那些药，伤兵应该能救回来了。但面对城外10万北蛮铁骑，还是9死1生。光有后勤还不够，装备才是硬道理。防爆盾牌给我来3000面，加急发顺风。强光战士手电筒带爆闪功能的来5000把，电池给我配足了。余额飞速减少少，但只要能保住朔州，值了。既然说好了包养你，那就得包养到底。
围城3个月了，城里就算是老鼠也都该吃光了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子时全军夜袭，第一个登上城头的，赏金10000两。他的身后3000大楚将士严阵以待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今夜的将士们左手都持着一面通体漆黑、材质奇特的透明巨大盾牌，腰间还别着一个奇怪的黑色圆筒。将军，北蛮狗上来了！哼，神女赐气，今日便让这群蛮子见识见识什么叫天威。全军听令，开灯！咔嗒，特效刹那间，整个朔州城外亮如白昼。城下原本准备冲锋的北蛮士兵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光直射双眼。给我放箭！射死他们！好宝贝，这是神仙赐下的好宝贝！快把神女赐喇叭也打开！北蛮蛮夷犯我大楚，神炼天法，降者不杀！兄弟们，神明庇佑，随我杀！快撤！快撤！激将一死！赢了！我们活下来了！守住了，朔州守住了。朔州之围终于解了。李征，传令下去，带人清扫战场。神女在上，灵州幸不辱命，昨夜大破北蛮，斩敌主将。里面是北蛮主将营帐中搜刮来的战利品。哟哟，打赢了！这谢将军办事效率可以啊！发财了！发财了！叶小姐，别给别人看，这批货我全包了，我马上带团队飞江城。谢将军，你这人真能处，有劳务你是真给啊！叶小姐，货在哪儿？喏，都在地上，随便看。4500万，全要了。不过得先把基地彻底稳固下来。江城建工吗？我要把这间杂货店进行全面改造，外墙全部加固，内部立刻划分出独立的冷库区和恒温区，四周给我布满红外报警器，还要无死角的监控。钱不是问题，我要半个月内完工。刀哥，就是这丫头！这片地马上要拆迁了，这破杂货店最少能赔3000万。今天您帮我把产权逼他转过来，我分您500万。小丫头片子，识相的把产权转让合同签了。我今天不为难你，不然这如花似玉的脸蛋要是花了，可就可惜了。虎哥，我上次是不是说过，再来烦我就打断你的腿？就凭你那几个人，能动得了刀哥？今天刀哥带了20多号兄弟，你
老板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那个虎哥，我说过要打断他的腿。我这人最讲信用，至于其他人，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。明白，自然是照老板的意思办。不要！啊！我的腿断了！带着他滚！再敢踏进这条街半步，断的就不是腿了。都滚！世界总算清静了，师傅们继续干活。今天中午给大家加餐。陛下，北疆急报，朔州大捷！魏北将军谢林州率3000残军夜袭北蛮10万大营。3000残军破10万铁骑，这谢林州莫不是在谎报军情、杀良冒功？赵相此言差矣。北蛮主将阿史那的人头已在送往金陵的路上。微臣听闻朔州城夜战之时，天降神光，更有惊雷之声。坊间传言，谢林行懂得妖邪之术。若是放任不管，恐成心腹大患。母后所言极是，那依母后之见，该当如何？传旨，诏令谢林州即刻交出兵符，单骑入京受封。若敢违抗，即为谋逆，天下共击之。太后英明，陛下圣明。谢将军，交出兵符，这就随咱家上路吧。将军不能交啊！你若去了金陵，必死无疑。放肆！李征，你敢抗旨？来人，把这大逆不道的狂徒拿下！都给我吞下！王公公，兵符在此，谢某领旨。谢将军果然识时务。来人，给谢将军卸甲。把那些流利瓶装的水、白花花的大米，还有那些什么奇怪的盾牌，统统给咱家没收。朝廷却只顾着争权夺利，陷害忠良。如今连神女赐下的救命粮，他们都要抢走。神女在上，林州无能，朝廷昏庸，奸臣当道，林州唯有一死以谢天下，辜负神女救命之恩。这么晚了，谢将军又送什么来了？老娘辛辛苦苦砸了钱，好不容易把人救活了，把怪打了，结果你老板一句话，你就咬脖子自杀。你死了倒是痛快了，可你想过没有，你手底下那3000跟着你拼命的兄弟怎么办？朔州城10万好不容易活下来的百姓怎么办？你以为你死了，朝廷就会放过他们吗？他们会被当成你的同党全部坑杀。既然这大楚的天下烂透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掀了这桌子，自己做主？谢林州，你敢抗旨越狱？来人，快把他拿下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钦差，你杀了我就是造反，诛九族的大罪！造反！回去告诉那昏君和妖后，我谢林州
反了！将军，兄弟们，朝廷不仁，欲断我等生路。这还差不多。既然谢灵州已经行动了，那接下来就不是小打小闹了。老娘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降维打击。看清楚，这个是云台的锁定卡扣，逆时针旋转90度即可解锁。檄文已发往了周边州府，大楚朝野震动，最迟半个月，朝廷的大军就会兵临城环。将军，神女又赐宝了！将军小心，这琉璃板里有活物。Hello 啊，谢将军，能看到我吗？神女，末将李州拜见神女，愿神女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谢灵州拜见神女，不知神女显化真容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既然你决定自己单干了，那我就给你送点硬货。看到旁边那些带4个螺旋桨的铁格道了吗？那叫无人机，你们可以理解为千里眼、机关鸟。这玩意儿能飞到云层上面，晚上还能看到活人的热气。能飞到云层之上，还能在黑夜里看到活人的热气。朝廷大军不是要来打你吗？你把这鸟放出去，他们在几十里外干什么，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分明是天兵天将才有的法宝。还有那个长得像弓弩的东西，叫复合弩。这东西带光学瞄准镜，你闭上一只眼睛，从上面那个小圆筒里看过去，100步之外的苍蝇都能看得清楚楚，指哪儿打哪，指哪儿打哪，威力比你们的床弩还大。谢灵州，东西我给你了，接下来怎么打，看你自己的了。别让我失望哦，我的大将军。我的大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立刻传令下去，召集军中射术最好的20名神射手，立刻到内院集合。今夜，本将要亲自试飞这千里眼机关鸟。末将遵命。大帅，探子回报，朔州城4门紧闭，城墙上只有寥寥数人站岗。看样子，谢灵州那反贼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连守城的人都凑不齐了。哈哈哈哈！本帅就说，区3000残兵，就算打退了北蛮，也必然是油尽灯枯。传令3军，今夜安营扎寨，杀猪宰羊。明日一早，大军压境，本帅要一鼓作气，踏平朔州，生群谢灵州。大帅威武！大帅威武！将军，这机关鸟当真神了！赵飞虎这蠢猪连营扎得这般密集，粮草辎重还偏偏放在下风口，这要是放一把火，不急。赵飞虎以为我朔州城是待宰的羔羊，还打算明日一鼓作气攻城，
李征，末将在。点齐500轻骑，随我出城。既然赵飞虎大老远赶来送死，本将今夜便先去取了他的首级。牛手，3段射击，封锁中军。李征，放火箭，烧他们粮草，冲！大帅死了，被妖剑射死了！不要乱，稳住阵脚，随我。是妖方，谢灵州会妖妇，快逃啊！全军出击，收拢俘虏，接管辎重。将军，你看，这些金银充作军饷，分发给战死的兄弟家属。至于这些，李征，把这些珍宝全部给神女送过去。神女帮了我们这么多，我谢灵州岂能做那等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？这小日子真舒坦啊！我操！这谢将军还挺会上道的嘛！这么多黄金和顶级古董，如果一次性流入市场，绝对会引起注意。必须得找个绝对安全又能快速套现的渠道。叶柔，你这照片哪来的？师兄，东西都在我手里，来源绝对干净，但我绝不希望暴露身份。
你能吃下吗？能，必须能！你在江城等我，我带最顶级的鉴定团队和法务，明天一早就到，千万别给别人。那些黄金和玉器也被师兄动用关系，通过合法渠道迅速变现。军费到账，该给我的将军升级装备了。朔州地处苦寒，10几万军民，总不能一直靠我买大米养活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李教授，我要买你们最新培育的杠汉高产土豆原种、红薯藤，还有超级杂交水稻的种子，量越大越好。辛苦各位了，一定要画得简单易懂，让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明白。谢灵州，你的农业大礼包接好了。将军，咱们的粮草最多只能支撑3个月了，入冬后恐怕……谢灵州收到，请回答。我是你金主爸爸啊，不，我是神女。神女，林州在。你的快递到了，准备接收。这是何物？能吃吗？此乃神种，名曰土豆，耐旱抗寒，亩产可达数十吨甚至上百斗。亩产数十吨，将军您没看错吧？神女此物岂会有假？天不亡我朔州！传令下去，全军屯田，按照神女图策，即刻开荒种地。末将领命，定不负神女与将军所托。5万大军啊，连谢灵州的面都没见着，主帅就被妖法射杀，全军覆没。赵松，这就是你举荐的好侄儿。陛下息怒，谢灵州那反贼不知从何处学来了妖法，如今他占据朔州，看来他已有不臣之心。谢灵州不死，大楚江山难安。尹肉乃我大楚最顶尖的刺客，力派天地玄黄4大金牌刺客潜入朔州，取他首级。大哥，这朔州城防备也不过如此嘛。那些巡逻的士兵连咱们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不可大意，谢灵州能杀赵飞龙，绝非等闲之辈。行动！将军，这4人身手不错啊，居然能避开外围的暗哨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咱们的天眼之下。狙击小队注意，猎物已进入内院，目标4人，不要弄死，抓活的。本将要留着他们，给金陵那位太后送份大礼。3、2、1，行动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可能？他们在哪儿？大楚的隐卫就这点本事吗？谢灵州，你休要猖狂！太后和陛下已经集结了10万兵力，就算你有妖法，也挡不住大楚的铁骑。
你以为本将还会坐在朔州城里等他们来打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把他们的武功废了，装进木箱里，派人放到赵松那个老痞后的床头。遵命。若没有神女赐下的天眼和暗器，今夜我即便不死，也必定会脱层皮。神女恩重如山，我谢灵云这究竟该拿什么来报答？困死了。这古代人还挺有幽默感，居然把无人机雕成了发簪。林州，庆上。谢灵州，本姑娘的投资看来是越陷越深了。谢大将军，簪子收到了，雕工一般，勉强能看。不过我很喜欢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！神女赐下了御寒仙衣，人人有份儿。这仙衣里面莫不是装了火炉？我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暖和的衣裳，连这鞋子里边都长着毛。这是神女赐的法宝，能护住耳朵不被冻掉。将军，这水明明是凉的，倒进去怎么会自己烧开？这也太神奇了！神女的手段岂是你我凡人能揣测的？传令下去，将士们吃饱穿暖后，我朔州军是时候主动出击了。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罢了，3000残兵，就算靠着旁门左术又能如何？寒冬腊月困守孤城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自然，将军说的是，这鬼天气飞鸟都不敢往北飞，谢灵州那点人马断然没有出城迎战的胆子。太后与宰相大人调集30万禁军驻守于此，坐等开春冰雪消融，大军压境，谢林川及其余孽悉数诛灭。将军，距离雁门关仅剩30里，是否短暂休整，再行进军？不必，楚标笃定我军畏寒必战，此刻防备最是方散，正是奇袭最佳时机。一旦拖延，风雪渐小，
一意暴露行踪，错失战机。我讲明白，这帮军整日养尊处优，根本想不到我们会顶风冒雪奔袭而来。今夜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传令通讯营，升空2大无人机，探查雁门关布防、营帐分布，还有粮草囤积位置，重点摸清守军兵力排布，还有粮草囤积位置与巡防路线，一点都不许漏。楚标自大轻敌，懈怠军务，此乃天赐破局之机。全军听令！1、2营西侧隐秘突袭，3、4营入城分割敌军，5营留守把控辎重，20名弩手随我先行入城，定点栖出岗哨，守将亲卫，精准控场。孙将军将令。弩手就位，无声轻帐。速战速决，收到收到。清剿完成，可登城。将军神机妙算，这等风雪便是天然屏障。那谢灵州纵有通天本领，也难越雁门半步。哈哈哈哈，那是自然。区区一隅反贼，何足挂齿？待我平定叛乱，封侯之位指日可待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城内潜入敌军了！放肆一派胡言！风雪漫天，敌军如何入城？你是冻疯了，在此扰乱军心！属下不敢欺瞒将军，西侧城墙守军技术昏迷，多处岗哨被无声控制，好多营帐外都出现了不明身影。废物！不过是些许风雪惊扰，也值得如此惊慌？传我军令，各营严查值守，违令者军法处。我的眼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东西？是妖法，是谢灵州的妖法！楚将军，别来无恙。谢灵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叛国造反，祸乱北疆，如今擅闯晋军大营，是自寻死路。楚将军手握30万重兵，本河战守疆土，北蛮入侵你按兵不动，朝廷昏庸你却助纣为虐，你的路今日走到头了。30万金军驻守雁门，你区5万残兵，纵使偷袭得手，也难逆天改命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全军合围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合围？你不妨看看你的兵，还听你的号令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将军饶命！末将愿跪向将军戴罪立功，只求将军留我性命。我朔州军只收忠勇之士，不收贪生怕死、祸国殃民之辈。来人，在，将楚标押入囚营，听候发落。遵命。全军将士听令！我谢灵州其位除却奸佞，速上朝堂，护佑万民。
但凡愿意归降者，既往不咎，依旧按军规安置，足额发放粮草、御寒物资，安稳过冬。愿意解甲归田者，即刻放行，发放路费、干粮护送回乡，绝不阻拦。但凡顽抗作乱、欺凌百姓、聚众闹事者，格杀勿论。我愿归降，追随谢将军。我也归降。朝廷昏庸，我们早就不想为他们卖命了。谢将军爱民如子，神女赐福济世，追随将军还有活路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开仓放粮，让所有将士和百姓今晚都能吃上热饭，穿上暖衣。是，末将遵令。林州不负所托，顶风冒雪奇袭雁门，兵不血刃收复30万大军，掌控北疆雄关，全城居民归顺，将士皆得温饱，无大规模伤亡。林州所得一切，皆属神女。待春暖花开，定扫清奸佞，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北疆虽已安稳，但南下路途遥远。粮草可以屯田自给，可医疗、通讯、视野装备，必须由我拉满上线。喂，老张，帮我把清单上的东西用最快的速度送到我的仓库。好好休整，等开春。姐带你颠覆整个大楚朝堂。启禀陛下，太后，雁门关失守，主将楚标已被生擒。什么？这不可调号！探子回报说是昨夜天降神罚，有惊雷炸响，城门瞬间粉碎。谢灵州的军队穿着奇怪的绿色厚袍，刀枪不入，犹如神兵天降啊！完了，谢灵州的铁骑不日便要兵临金陵城下了。都给哀家闭嘴！妖言惑众，什么天降神罚？竟是那谢灵州勾结了懂火药的邪教妖人，暗中炸毁了城门。赵松，老臣在。谢灵州就算有妖法，他那5万人马也休想攻破金陵，即刻从江南各州府强征壮丁，本宫要死守金陵。太后，江南连年大旱，百姓本就食不果腹，若再强征壮丁，恐激起民变啊！传旨，凡抗拒征兵者，杀无赦，满门抄斩。将士们，大楚皇室昏庸无道，奸臣当造，苛政虐民，压榨百姓。北蛮入侵，他们弃疆土，弃军民，天下苦寒，他们敛民财，享安乐。我等从军，只为除去奸佞，速剿朝堂，救万民于水火，还天下以太平。今日全军南下，兵发金陵，踏平金陵，终结乱世，追随将军，共守太平。全军开拔！
谢林州大军一路南下，再无阻碍，沿途州城大门敞开，百姓夹道欢迎，地方官员纷纷献印归降。更有守军望见旗帜，直接弃城而逃。短短10日，北疆大军连下数十州府，兵锋所向，所向披靡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直抵金陵城外。全军听令，围而不杀，攻而不屠。但凡开城归降、弃械认罪者，既往不咎；但凡负隅顽抗、蛊惑作乱者，斩！攻城！太后，将军，敌军压境了，真的压过来了！慌什么？我金陵固若金汤，城外100万大军镇守，粮草充足。外面好多人，好多兵马，我们会不会输？会不会死？陛下莫慌，臣早已布下死守之局，只要坚守3日，各地秦王兵马必至，届时内外夹击，定能击溃叛军。3日？你确定只需3日？臣以项上人头担保。如今民心尽失，所谓的秦王兵马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可事到如今，我早已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死撑。开阵！眼睛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我的眼睛好痛！将军，城头守军全线大乱，三面防御彻底溃溃。弩手列阵，定点清障，只毁器械，不伤士卒。得令，弩手列阵。怎么会这样？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皇城内外军民听令，谢林州起兵伐罪，只为铲除奸佞，肃明朝堂。凡放下兵器，闭门安居者，一概无罪，秋毫无患。将军，城头守军尽数溃散，全城防御彻底瓦解，我军可随时破门入宫。撞门！正是你输了。哀家是太后，你敢杀我？
我谢家世代忠良换来满门屠杀，朔州10万军民死守国门换来断粮断水。你这毒妇为了一己私欲强征暴敛，弄得天下民不聊生，焉能不死？将军，这昏君怎么处置？废其皇位，贬为庶人。传令，全军封锁皇宫，接管九门。除安民告示朔州军入城秋毫无犯，有趁机烧杀抢掠者，杀无赦。末将遵命。这一日，大楚皇都金陵易主。3日后，金陵城局势初定，谢灵州安抚了百姓，并下令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，天下震动。各路原本还在观望的诸侯和起义军纷纷上表臣服。你们都退下，没有本将的军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御书房半步。神女在上，林州幸不辱命，扫平天下臣客，妖后遗珠，昏君已废。这大楚的万里江山皆是神女所赐，林州不敢据为己有。林州今日斗胆，愿以这大楚万里江山为聘，祈求神女降临凡尘。若神女不弃林州这粗鄙武夫，林州一神女为这天下共主大楚女帝，林州愿做神女手中之剑。神女，你会答应我吗？难道谢凌轩打下金陵城了？连玉玺都送过来了，这谢将军是真大方啊！我操，这算哪门子事儿？跨时空求婚，还拿万里江山当彩礼？母胎四渡22年，遇到的不是凤凰男就是普信男，谁能想到会有一个古代的铁血战神打下一座江山，双手捧着玉玺，求着我去当女帝？哎呀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可是我这过去，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？我这亿万身家，还有空调、WiFi、大西瓜。等等，这狗盆既然能传送物资，那我能不能整个人钻过去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老娘现在身价几十亿，去古代当个女帝玩玩怎么了？大不了我带着狗盆一起过去，想回来随时回来呗。神女是嫌弃我吗？谢大将军，不是你求我下凡的吗？现在本姑娘带着嫁妆来了，你倒成哑巴了。万里江山我收下了，从今天起，你谢灵州就是本女帝的男人了，管吃管喝管一辈子，懂？懂。林州，遵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寿玉岁万寿颂！众爱卿平身。这是何等神物？传朕旨意，颁布天启农耕法，将这些神种分发各州。1年内，朕要大楚再无饥荒。1年了，大丰收啊！大楚终于再无饥荒。今日，大楚科学院正式成立，我要让大楚提前1000年跨入工业时代。天哪，这是神女降落凡间的太阳吗？不愧是我老公，这神机营练得天下无敌了。全赖陛下赐予的火气。夜深了，吃些点心吧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在古代混得好着呢。我老公天天给我做好吃的，天下也没人敢惹我。
的假的？那你下次回来可得给我带点土特产开开眼。对对对，下次给你带个拳头大的夜明珠回去。聊完了。这江山社稷有内阁管着，军国大事是由我盯着。陛下今日是不是该操心一下皇嗣的问题了？你堂堂镇国皇夫，怎么满脑子都是这种事？因为林州此生唯愿臣服于陛下裙下。